大家好，我是清大资工系的朱宏国。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一门课程叫做智慧整合感控系统以工业应用。OK， 那相信大家如果有在接触工业应用或听过一些新闻的话呢，你可以知道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就叫做工业4.0。那工业4.0里面，其实智慧整合感控系统它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整个感控系统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叫做虚实整合系统。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针对工业4.0还有虚实整合系统这边，然后跟各位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OK， 好，那今天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来去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会有工业4.0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产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会进入说，在工业4.0里面，刚才有提到过，虚实整合系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到底什么是虚实整合？那到底它对于工业4.0又扮演着什么样子的一个应用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介绍。那最后的话，我们希望用一些实际的案例，让大家更了解说 ，OK， 现在工业的发展到底是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步 ？OK， 好，那在工业4.0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不免其俗的来先介绍一下历史的部分。所以，在我们整个工业的发展下面的话呢，其实的演进历史里面总共分了4个主要的部分。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工业1.0时代。这1.0就是一个充满了蒸汽跟煤炭的时代。那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你们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从历史课本里面都有学到，我们正式进入了所谓的工业革命，也就跳脱了以往需要用大量人力作业的这样子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业1.0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发明了蒸汽机。所以后来很多这种需要人力来去完成的这一些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由这个蒸汽机来去做取代，然后蒸汽机就是有蒸汽动力来去取代，所以它就是相对来讲就省了非常多的这一个人工，这也是我们人类在工业制造上首次体验到说有一个这样子半自动化的制程所带来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效益，所以正式的进入了所谓的工业革命的时代。那接下来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工业2.0的时代。大家可以从这一个图示里面看到，我们希望用这个图示来去让大家为什么它工业2.0这个时代到底是由什么样子的一个起因所造成的？没有错，就是开始有一个所谓的汽车制造业的这一个需求，因为它有了蒸汽产生了动力，然后用这个动力去驱动汽车，然后汽车它方便的怎么样子？它方便的人类在交通运输啊、商业贸易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就随着大家就开始每个人都想要有一部自己的这一个汽车 ，OK， 所以。那为什么汽车会促进了工业2.0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市场对于汽车的需求量日升，所以汽车工业进而就蓬勃发展，然后就他们发明了一套所谓的这个叫做丰田制造的一个方式，也就叫做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或简称 TPS。那什么是丰田式制造法呢？也就是说，他希望在整个物件或整台汽车的产生的作业流程的话，是一个无间断的作业流程，而且让每一个流程过程当中，每一个制程有非常明确的分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在制程中，如果哪一个分工出问题的时候呢，我可以很快的找到问题，并针对这个分工的这个制程去做这一个修正。然后另一方面，也就是除了蒸汽发展之外，在20世纪的时候开始有电力了嘛，所以有电力之后也是快速大量使得说整个 TPS 的制程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主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工业2.0的时代。所以这个图可以看到，它把一个车子的零组件，然后把它建立到所谓的一个管线上面，或者是我们的流程的 pipeline 里面。所以每一个人他只要在那个对应的这一个部分做对应的事情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把一台汽车组装成一个完整的这样子的可以运用的这一个汽车。好，所以这个是工业2.0。好，然后在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呢，所以其实一些微电脑晶片、电脑技术逐渐成熟，所以开始工厂就想说，来，我原本是要靠人来去拿这一些零组件的，我现在有没有办法靠机器手臂的方式
来去拿这些零组件。然后这些机器手臂可以用什么？用我们以前讲说那个一个很简单的 DOS system 啊，来去控制这个机器手臂要怎么样子去移动，然后跟怎么样子去做工作。所以其实，在工业3.0的这一个时代，主要就是开始工厂导入了这种由微电脑控制的机器手臂，在他们的工业制程里面。OK， 好，那随着这个电脑的不断的这一个研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一个工厂，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大部分的工厂还是停留在3.0时代，也就是说，它把整个产品生产线上面的一些所谓的零组件的这一个组装啊什么的，由这个机器手臂来去做取代。那机器手臂取代的好处就是什么？第一个，当然你就是省了很多的人力嘛。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机器它是由一个精密的控制所做成的，所以说它可以提高整个生产线的产品的良率。例如说以这个 case 来说，我们当这个可乐经过了这一个封瓶机的时候呢，我们再也不需要是用人在那边转了，机器可以非常准确的把这一个瓶盖对准这一个可乐的瓶口，然后去旋转，甚至它连旋转的力道都能够控制的非常的精准。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自动化生产线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业3.0的时代。所以不断的推导到这一个工业4.0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它从一只机器手臂独立的在运作，完成一个单一的工作，变成是怎么样？它结合了现在所谓的这个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等的这个非常最先进的一些技术，然后让我的软体的分析结果跟我的硬体的执行的结果可以有更融洽的这一个结合。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式进入了这一个工业4.0的时代。所以在工业4.0里面，因为是软体跟这个硬体紧密的这一个配合，所以我们会衍生了一个所谓的叫做 Cyber Physics System， 也就是所谓我们待会会介绍的虚实整合的系统。所以假设以工业4.0，工业4.0以后大家问你说，那你知道什么是工业4.0，什么是工业3.0，区别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个非常那个简单的描述来去跟你的同学说，工业3.0就是导入机器手臂在我的制造流程当中。那工业4.0就是说我让这个机器手臂能够跟软体产生互动，甚至我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虚实整合的这一个制造流程的一个设计。这个是所谓的工业4.0。所以为了要做虚实整合的话呢，最重要的话就是要能够去开发一套所谓的这一个模拟器。那这个模拟器我有办法怎么样完全在这个虚拟的环境里面去重置未来在工厂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这个环境与过程。那到底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待会会跟各位再做一个更详尽的介绍。OK， 好，所以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这个工业主要有2个特点。第一个，我们就希望它能够高度自动化。因为高度自动化的话呢，你才能够增加整个产线的效能。然后我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一个机器手臂的泛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个制程的结果的良率能够提升。OK， 好，那接下来的通篇让大家看几个这个在工业4.0当中的这一个范例。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影片里面的话，就是由这个机器人它在不断的在做这一个自动取物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大家去 PC 用下订单，然后这些订单之后，你的物品会封装成这一个包装之后呢，然后包装就送到这生产线里面，它就会根据你的订单上面可能的某一些位置啊、地址啊什么的，然后机器人帮你去做不同的区域的分类。OK， 好，那下一个影片的话呢，就是这个在工业制造跟农业这边的一个结合，它可以帮你去做选苹果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脑可以很准确的在一箱的这一个苹果里面呢，把它拿起一颗苹果，然后把它摆在怎么样子，摆在那个未来要封装到非常精美的这个礼盒上面的这一个缓冲垫上面。好，那我们就回到投影片这边。OK， 好，那我们刚刚介绍完了工业4.0的历史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啦，也就是我们前面不断的提到的这个虚实整合的系统。好，那到底什么是虚实整合？那到底虚实整合对于工业应用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跟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将一一为大家解答。好，那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其实也没有数学啦，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描述哈。假设今天你有一笔钱，好，那你想要盖一个工厂，好，那假设你要做一个例如说 OK， 例如说挑苹果啊或挑水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厂的成本有多高。OK， 首先我们要有什么样？要有电力，好，因为你要所有东西要能够 run 起来，你一定要有电嘛。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你要去真正的去盖工厂，你要厂房有铁皮屋、有架子等等的。这些架子上面要放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都是要做工业3.0的一个制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要放一些这些机器手臂或一些相关的这一个机器的设备。好，这些东西加起来，你总共还要有一个什么？你要有一个地能够去盖这一个厂房。OK。好，所以纵观这4个主要的要素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建置一间厂房的话呢，所支出的这一个成本，无论是在金钱、时间或者是人力上面的话呢，它都是非常庞大的。OK， 好，那你可以说没关系，假设我就是很有钱，有钱任性嘛，所以我就是要先盖完再说。好，那盖完之后呢，你会有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呢？好，这不是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之后，才会导入我们所谓的虚实整合的需求嘛。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发现你盖好了之后呢，第一个你花了很大的这一个成本，结果你发现你的厂房在 run 的时候呢出问题了。这出问题之后呢，你发现我机器手臂当时摆的位置间隔算错，所以导致你的流程在跑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东西是接不起来的。好，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办？你就只能打掉重来，所以你就不断的花钱，然后就是为了要能够最后能够满足你的生产线所被定义好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良率。OK， 好，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工业4.0里面，我们讨论的虚实整合，它重点就是在于说，来，你可以先不要盖东西，我先在模拟器里面因为电脑跑嘛，电脑跑了坏掉，顶多就是重来而已嘛。电脑硬体坏掉，一颗硬碟也不过才几千块而已跟你这个厂房要好几千万甚至好几亿的比起来，这个规模相对来讲小很多。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办法建立一个虚拟的这一个模拟器。在你厂房开始建造之前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厂房的所有的环境、硬体设备，还有你未来你这个工作制造的这个流程，我们全部都在模拟器里面先模拟一遍。OK， 等这个模拟器 run 到一个也不能说万无一失，但 run 到一定的一个准确度之后呢，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再开始去做这一个厂房的这一个建造。OK， 甚至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不断的修正。我们把建造过程当中所修正的一些参数，可以怎么样把它回归到这一个模拟器里面，让模拟器重新再去 run 一次模拟，然后再跟你讲说你之后的一些设置要做怎么样子的一个调配。OK， 所以这样子不但可以把设备出错的风险降到最低，那我们也可以提早去评估整体工厂的效能以及效率。所以这样子一个虚实整合的话呢，它就把原本成本非常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厂房的建造，把它变成一个低成本的厂房建造。这低成本的意思不是说你用了模拟器，你盖厂房会比较便宜，这个你自己要去跟厂商、跟你的发包商去协调了哈。但是重点就在于说，你就不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是你在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错，然后又回过头来去做这个花钱去做一个弥补。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虚实整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跟目的啦。好，所以讲这么多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用几个实际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一下一些虚实整合的 case 在现实生活中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做呈现的。好，所以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门课主要的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软体叫做 Assessing。好，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对于 Assessing 跟一些既有的模拟器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由工研院这一边他们所自主研发的一个模拟器，叫做 Assessing。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它可以在这一个厂房建造之前的话呢，它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模拟的这个画面来去模拟说当时这个工作要完成的时候，在模拟器怎么样子 run。以这个现在这个影片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它是一个机器手臂，它会去做一个随机取入的动作，然后它会去把那一个工具件抓起来之后呢，然后把它摆到对应的这一个位置。OK， 好，
所以因为在模拟的环境里面是非常的这个自由的 ，OK， 所以说它可以你要看到什么样子的资讯，你都可以在模拟3D 画面里面呈现。例如说，我可以模拟说 ，OK， 我为了要准确抓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知道这一个东西距离我的这一个手臂有多远、有多近，我们称作一个深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然后有这个深度影像之后呢，它就可以用深度的影像辅以一些演算法来去做抓取的动作。然后这边给各位展示的就是它怎么样子从既有的模拟库里面能够快速的去建造一个它当时要的这一个模拟的环境。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模拟器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提供了一个视觉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界面，那你可以很直觉的方式来去建构你要的这一个工厂环境。OK， 好，那我们再看剩下的这一个案例哈。所以这样一步一步，你看它把机器人上面挂一个深度相机，然后接下来就看说这个深度相机看到的这一个范围是怎么样子，然后对它去做取样，取得这一个所谓的深度的点云。那这个大家如果现在正阶段听不懂没关系，之后我们都会再做介绍。所以有这个点云之后呢，它就可以知道你要怎么去做这一个定位。有了这个定位之后呢，你就可以完成你要执行的这一个工作。好，那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太复杂的什么程式下指令，它透过这一些一些工具的这个操作界面，它就可以很快的去教导你的这一只手臂，在完成这件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去移动各个部分的参数。好，那我们这一个章节主要就介绍到这一个地方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章节介绍了什么？第一个，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工业的一个简历，特别我们知道什么样子从工业1.0的蒸汽时代，工业2.0的这个汽车制造的时代，工业3.0导入机器手臂，然后到工业4.0做这一个所谓的虚实整合。那我们也让大家知道虚实整合在这一个工业制造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这一个重要性。那所以我们有几个案例。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简介，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一门课所要传递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概念。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跟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